啊，拉格纳，你来的正好。主教大人，这是你救回来的那个孩子，他受了很重的伤，所以我必须用特殊的方式为他提供治疗。这么说，您判断他的确能够活下来？他本来就是个命硬的怪物，不是吗？在几千米的高空被飞行器的残片直接命中头部，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落到雪山深处。经历了这一切，还能在你发现他的时候拥有生命体征，那得拥有多么异于常人的顽强生命力呀！现在包裹着他的这些魂钢，也只是为了激发他自身的细胞修复能力。我甚至不需要他们去替换他的任何身体组织。所以，他最终仍然会是他自己，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受影响吗？这么说肯定过于夸张，但大体上确实没错。我不需要再造一个魂钢复制体，而她也一定能成为天命最强的女武神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对吧？那，齐格飞大人和德丽莎大人方面，他们的事情我自有安排，你无需操心我的家务事。是。不过我可以提前告诉你，我不想让他再做什么基亚娜·卡斯兰娜了。他有权利去摆脱那些成年人的纷争，踏上自己真正的道路，去成为天命有史以来最强的一名战士。当他再度醒来的时候，他会有一个全新的名字，一个全新的起点。他将彻底摆脱此时此刻令他深陷其中的私人恩怨，去成为一个更好，也是对天命、对人类的未来更有利的人物。你一定可以理解我的，对吧，拉格纳·罗德布洛克小姐？如果他有朝一日意识到了这一切，意识到自己被彻头彻尾的欺骗了，到那时，您打算怎么做？这也不是你应该操心的事，拉格纳。不过我也并不想对你有所敷衍，所以就让我这么说吧。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，我会给予这孩子一个远比私人恩怨更重要的目标，而一旦他完成了那个目标，他也就顺便达成了对我的复仇。那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，你不觉得很棒吗？你刚才给我看的是拉格纳前辈的记忆？不，那可不是他的记忆。天哪，不对，这也属于你能够变化的形象吗？只是短暂的一瞬，并没有任何问题。而且像这样代换成你记忆中的熟人，形象还可以保持更长的时间。既然这段记忆不属于拉格纳前辈，就只可能属于奥托主教了。很遗憾，也不是。还记得我刚才说过的话吗？这些记忆是你们被我所束缚的证明。换个角度说，我守护的这片领域，它只能承载同一群人的记忆。对这群人而言，原初的圣痕传承在他们的血脉之中，也因此让他们被历史的源头深深诅咒。在这里，那些无数代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，主动或被动的记忆，他们因为共享这条无比特殊的血脉，而自发地被我收集，加入了这片名为卡斯兰娜的圣痕空间。所以你是说，刚才的记忆实际上只能来源于第三个当事人？没错，就是记忆中那个被奥托的魂钢包裹，正在接受某种治疗的孩子。回忆一下吧，你至今在这里看到的一切，梅博士的孩子，卡莲父女，德丽莎，齐格菲，还有刚才的那个孩子，他们的体内流着同样的血，沉睡着同样的圣痕。而身处虚数空间的我，与这片圣痕空间，与你发生了某种纠缠，我的记忆因此与他们的记忆混杂在一起，导致我无法正常返回原本的世界，甚至这一切也在奥托的计划之中。合乎情理的推断。虽然你的记忆在你到来之前并不属于这里，但你会与这个空间发生纠缠，
倒也绝非巧合。我刚才说过，体验像刚才那样的记忆，对你来说多少会有些不公平，因为他们的存在基础同样是我的一份子，同样是卡斯兰娜的生痕，只是因为另一些原因，他们折居在你的体内，而没有沉淀到我的空间当中。换一个更好理解的角度，幽兰戴尔小姐，你的体内不仅流淌着纯正的卡斯兰娜之血，而且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段记忆，也的确记录自你本人的感官。你就是那段记忆的第3个当事人。在那段记忆中，你被奥托阿波卡利斯称作提安娜·卡斯兰娜。